温者，在下赵新民，是汪平氏的同乡。二郎正在见客，请稍后片刻。有劳了。看足下的样子，也是来找汪平氏举荐的。汪平氏，是我等寒门学子的榜样。此次前来，只求汪平氏对我的文章指点一二，不敢奢望科举举荐。滚滚滚！望本官，望八哥，望你出身世家，竟做如此之事！滚！不就是个芝麻粒大小的大理寺平氏吗？阿郎，说什么？阿郎，走。茶叶喝完了，还未曾去买。这是学生从家乡带的茶叶，请老师品鉴。几年未见，就沾染上了这种送礼的习气，圣贤书都白读了吗？学生惭愧。先生文章一流，生活却如此简朴，令学生感佩之至。如今日来，何事啊？学生自上回落榜后，发奋苦读，今有策问3篇，请先生指正。好啊，文以述志，尤其引证的“志士仁人，无求生以害人，有杀身以成仁”这句，成仁重义，立意高远呀！老师谬赞了。先生，您看看这个。是。刚才老师说的话没听进去吗？此物不同。这是老师的画。你从何处得来的此图啊？偶然所得，不值一提。说来惭愧，前些日子上顿不接下顿，没有办法，就拿此图换了几升米面。学生今日前来，并非赠礼，只为了物归原主。此图意境高远，只有先生这里清雅淡泊，才能配得上。如的文章，意境也应此图，那就由你帮我挂下来吧。惹。少兄，踩我！这可如何是好？少兄，请。好，有劳了。别动！不动！别动！无地不上！聚宝轩的掌柜都已经招了，说你长期把画放在他那里寄卖。如果有人要找关系，高价卖之，
事后2人再均分。如今人赃俱获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在下一时糊涂，糊涂。抬起头来！你们当中有谁在府里看见过老鼠？那谁？有没有？老赵，你知道不知道刺史府里的老鼠有多嚣张，有多跋扈，都窜到我跟前来了，就差跟我说话了。你们是真没看见，还是假没看见，还是看见了不敢说？我看你们是跟老鼠都一家子了，蛇鼠一窝。哎呦，不敢，不敢，不敢。什么不敢？你们什么不敢？我告诉你，查这件事儿并不难。去，把那林应炉给我锁上来，我要亲自审问。去呀！那林义奴让那个荔枝使给带走了。这荔枝使带林义奴干什么？哎呦，那荔枝使太贪了，跟我咆哮，说这个人爹都要，要不然血溅五步，气势吓人啊！我也是担心呀，这个给这府沾了晦气，便只好给他了啊。我还故意跟他说，这个林义奴是个哑巴，让他无设防备，这样一来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咱们的掌控之中。哎呦，赵长书，不成啊，这事儿还得查。刺史，将阿米塔前来探望。阿米塔，姨父，我听下人说你又生气了。哎，这帮下人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我不敲打他们一下，他们真以为我好蒙。你不要老生气，对身体不好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来了？我是听闻苏亮投了荔枝转运之事，过来和您商议一下。听说他寻了骑手和马匹，准备做荔枝转运的实验。你说，这个荔枝使不会真有点什么本事在身上吧？能有什么屁本事？你让他们耍去。苏亮最喜投机，喜欢以小博大。他要不是算准了此事有利可图，他不会投钱的。这荔枝转运如果真是商机，我绝对不能让他抢了先啊！他正好想借此翻身，威胁我在商会的位置，我必须压他一头。荔枝我要投。安米塔，荔枝这个事情，你不要碰，我是不可能让这个荔枝进到长安去。为何？你想啊，如果这新鲜的荔枝，倘若真的进了长安，圣人吃了以后，觉得不错，自然会问
以前为什么不晕？到那个时候，我如何作答呀？还有，岭南这个地方，自古以来就是流放罢黜之地，鸟都不在这儿拉屎。也正因为此，我才可以在这里当个土皇上，逍遥自在。可若这荔枝真的进了长安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咱们岭南就会变成一块肥肉，那这个地方就热闹了呀。这次往来的，可都是长安的大人物。我在这儿，充其量就是个馋嘴鸡，偷吃几粒米，而长安来的人，个个都是饕餮。到时候他们不但会抢咱们的米，而且会生吞活剥了咱们。到那个时候，这个岭南呐，就不是你我容身之所，而是葬身之地呀。还是义父想的深远。我光想着抢占商机，没想到这商机背后暗藏杀机。这苏亮未必想不到此啊。他是想打通去长安的商路，胃口还真不小啊。是啊，你觉得他有这个本事吗？荔枝转运耗费特别的大，凭他一个人的能力，他担得下来。还有，米达，你记住我说的话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做成一件事儿，千难万难，要毁一件事儿。你想想，这李善德要是没有马，会怎么样啊？我知道了。夫君，你还不饿呀？哎，没胃口。要不你喝点糖水？你去吃吧。今日那个老东西啊，似乎是发现我截留灭鼠款的事儿。他抓到证据了。哼，幸好我未雨绸缪，早早把林义奴支出去了，给他来了个釜底抽薪，让他追查不下去。还是夫君聪明，那老东西斗不过你。不人之言，他藏得深着呢，要不怎么当上刺史的？哎呀，他吧，有时候壮如痴傻，蠢如猪，于之议事犹如对牛弹琴；可有时呢，又精明如虎孙。例如今日，管事一将老鼠尽数毒死，他昨夜断不可能看见，但他定说自己看见了。他就想借此机会敲打某一掌书，干的都是管事儿的活儿，我节点流，我心里才平衡啊。他把岭南都谈成他家后花园了，我呢连自己家小花园都没建起来。我堂这刺史府的掌书，我贪点灭鼠款，听着都穷酸。就算他对夫君起了怀疑，他也不敢拿夫君怎么样。若是离了夫君的辅佐，他连个效忠信都写不出。他目不识丁，总归不是装的吧？哎，那倒是真的。海盗出身，能认得自己名字就算不错了。那日白做了家事，结果连效忠信的孝字都不会写，还给自己抬脸面，让我考考你，让我背出来给他。不学无术到此等地步，某若辞了官，他便知道，刺史府上下全靠某一个人撑着，某没了得散。就是，夫君你这一身才华，在这刺史府都屈才了。大材小用，遇人不淑啊！我每日管老鼠，我一身功力我用不上10之1二。夫君大才，辅佐圣人也就用了一半的功力就够了。若是发全功，
天下都得是你的。慎言，此等实话怎敢乱讲？可你当年差点就成了岭南道第一个榜首，就算去了长安，也不会输给那些官人。当初若不是我阿爷阻止你去长安，你必然早就功成名就了。某啊，与夫人相比，功名如粪土一般。为夫人留下，我从未后悔。每每与夫人促膝长谈，我的心情都好了很多。那老鼠的事儿，是不是算了了？了了。哎呀，亏了那个荔枝使适时出现，啊，我给他使了一招祸水东引，啊，我笑，他非要带林一奴走。哎，把祸都引到他身上了，谁叫他倒霉呢？哎呀，夫人，早晚有一天，我把那月亮给你摘下来。我想要个大房子。这些年，阿米塔以湖商商会行首的身份帮何有光运作生意，手中定是握有不少何有光贪污的罪证。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离间阿米塔和何有光的关系。起金楼大火之后，何有光是最大获利者，利大者宜。如果真的和我们猜测的一样，海虎的死跟何有光有关，那阿米塔他这些年来感恩戴德的义父是自己的杀父仇人，定会跟何有光决裂。我们便可以策反阿米塔，得到何有光全部的罪证。我可以接近他，但是我需要一个说辞。我跟何有光说过，我是来云游四海，不插手他的事务。这怎么能让他不怀疑我呢？一个男人接近一个女人，或许不需要什么说辞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男女之事，只是逢场作戏罢了。在长安酒宴上，这种伎俩你应该也见多了，该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了。不是，我是怕阿米塔到最后沦陷得太深。真的，你别笑。我落下一个负心汉的罪名也没关系，我只是觉得对他不公平。那你是小看阿米塔了。你是小看我了。是，我承认你魅力很足，也够聪明，遇事也懂变通。可阿米塔这姑娘心思缜密，手段毒辣，不会轻易将真心交给别人。我觉得这件事你正合适。只是逢场作戏的功夫已经荒废了些日子，我担心。怎么？你如此推脱，难不成在岭南有了心上人，不便行事？我接了。这几日何有光会在城西的马场，听说阿米塔也会在那里帮忙挑选骏马，你大可以趁此机会与他结识。好鞋，好鞋马鞋，好鞋马鞋。哎，您来一双草鞋，多少钱？1个铜板。1个铜板。来，勾。这鞋呀，好穿又舒适。给我买的。赶紧的。哎，合适，你去试试。合适合适。谢谢季老。1文钱。哎，1个铜板。生意好不好，老板？哎，还行还行。嘿。这是什么？烤竹瘤。竹瘤，竹瘤。2位慢用。这些天我的心情，就像这岭南的山一样，起起伏伏，一会儿都不得清闲，
当初马桂云被烧死了，我还恨老天爷，让自己陷入这乱局当中。现在还好，冥冥当中让我一步一步接近真相。我现在只有一个想法，替我阿爷报仇。老阿公的仇当报，可这仇压在七郎心上，让七郎失去了往日的风流潇洒，我狗心疼。我现在就需要把这假凤求凰的任务给办成了。七郎虽在长安混迹9局，却从未过情关，怎么懂得如何哄女人啊？你笑起来一点也不好看，我还不懂得哄女人。情关难过，我照过，我只是平时不喜欢沾花惹草、寻花问柳。你再笑我大嘴巴，我抽死你！七郎风流潇洒，妙语连珠，谁家娘子见了都欢喜。我再来个英雄救美。是不是得迷得神魂颠倒的？抽死你！我一会儿。好看。我跟你说，老张啊，这整个岭南呀，骑马最好的是阿弥陀，挑马最好的也是阿弥陀。我有时候就在想这李善德呀，你说他到哪儿去找马去？我都替他着急呀。我都想好了啊，到时候啊，我送他个背篓，我语重心长的跟他说：“李大师啊，要不然你就背着荔枝回你老家长安吧。”累死他！想找马没有，只能找到驴啊！哎呀，他真是欺负咱们傻呀！啊，嘿，什么叫大智若愚？大智慧就是大傻，真智慧就是真傻。看着越傻，越智慧。你就说我这智慧，他们谁看得懂？别人看不穿，只有某心里最清楚。都在脑子里。好。哎呀，桂云兄，何刺史？哎呀，赵尚书，桂云兄，打上边下来，我感觉这两个人隐约见过，没想到真是何刺史。巧了，巧了。我这个义女啊，喜欢骑马，我们俩没事儿，到这儿来观赏观赏。桂云兄，这是啊，我想选一匹千里驹玩一玩。哎呦，你这么说，桂云兄这骑术了得呀？哎，不敢说了得。你看，我叫马归云，在长安，我就喜欢骑马，有一个外号，飒骑马，人马合一。我骑废了6匹马。嚯，6匹，厉害了。那说明我们俩今天有眼福啊。待会儿你跟阿弥陀跑几圈，比试比试啊。我这儿还有2匹野马，刚刚把喂马的仆从啊踢断了3根肋骨，你得帮着调一调。我是你可以的。那会儿我瘦，现在我，哎呀，再说你看，您这个义女英姿飒爽，骑起马来这么好看，我跟她比，我不合适吧？合适。阿弥陀，回来，回来，看看这骑术啊！哎，来，整个岭南，骑马最好的，你记住了，我的义女阿弥陀。一路归来，就听义父和客人相谈甚欢啊。阿弥陀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马归云，马郎君，长安来的，右相身边的红人。马郎君。哎呀，这个小家碧玉常见，大家闺秀有之。今日一见，果然非同凡响。
就像是仙女下凡一样。我在长安就听说过，虎女一花，南阳一霸，岭南一商。我以为是3个人，今日一见，原来是1个人呐。如果李延年见过姑娘，他的佳人曲一定会改成“南方有佳人”。果然，倾国倾城啊，姑娘。过奖了，早就听义父说右相要派使者来岭南，没想到也是年纪轻轻，风度翩翩啊！哎呦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不敢当，风度翩翩谈不上，谈不上。哎呀，姑娘如此夸奖，不如今日七凤阁我设宴，我们再加深一下了解。不巧啊，商会正好有事要忙，不妨改日。那就明日。明日就明日啊，明日好。啊，好，那就恭候姑娘。苏老，这马匹跟骑手帮我估计的怎么样？我正要向你禀告此事。阿米塔在马市上动了手脚，高价选马。这个阿米塔，是不是之前抢你香料那笔？就是的。那他为什么要抢马呀？他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啊？别忘了，阿米塔的义父是何有光。如果你真的把李治运出了岭南，那他们父女2人的财源就不会滚滚而来了。您能不能想想办法，向阿米塔那儿买一些骏马去？我与阿米塔情同水火，我去给他赔笑脸，他会把我当成一只去看望母鸡的黄鼠狼，会更加穷凶极恶。这句成语虽然用的不准确，但是简单明了。要不我去吧？圣人恩泽四海，我给圣人办事，他不好推脱吧？好，啊，不过我要给你一个提醒，阿米塔心肠又硬，脑子呢又坏，但是你四肢非常发达，头脑过于简单，你不妨狮子大开口，跟他多要一些骏马，就算数量上被他腰斩，那也能够这一次的转运之运。我说的话，你听懂了吗？可行。几家咬死一个价格，别家商团不可能扛得住。是。杭州，我没事儿，你辛苦了。这位唐家贵人找我有事儿。哦，杭少吧？啊，我是长安来的荔枝使。我想向杭少求购一匹骏马。原来，你就是那个荔枝使。你耽误了我不少事儿啊！我还没找你算旧账，你竟然主动找上门来跟我谈生意。之前的事儿，多有得罪了。我是给圣人办事情的，好多事情呢，我也左右不了。实话实说，所以此次我想向杭少公款买130匹骏马，还请相助啊！好一个爱敛财的贪官呐！常言道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你却黑得独领风骚啊！运几颗荔枝要这么多马？我不是贪官，我是算计好的。我设计了4条路线，第1条呢走梅关道，第2条走西京道，这是离京城最近的路线。第3条北上走曹路，过长江。第4路呢也是走水路。每一条路线呢都得设计15个转换点儿，那4条路线就需要60个换乘点了。
每个转换点呢都需要马匹、船只跟骑手，所以我需要130匹骏马呀。即便是这样，算上折损，100匹马也够了。你为何张嘴要130匹？这不也算上还价的折损了吗？你这人倒是实在啊！我确实为商会采买了一匹骏马，不过这些马都已经上路运货了，近期回不来岭南，所以这个忙我是爱莫能助了。那也不能所有的骏马都在路上吧？最近到港的货物品类众多，运力吃紧，确实一匹也调配不出来了。我知道李大使接的是个急差，就不要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。不过有件事儿，不妨告诉李大使。那荔枝园，我可以不收，但荔枝园欠的债，不能不还。我们胡人，向来讲究有恩必报，有债必偿。这苑尾花开时借的钱，若是在花谢之前没还上，就可以剁了他的手。这岭南气候炎热，这些鸢尾长得不太好，怕是活不了几日了。杭州啊，这些荔枝园里的动人呢，这为我运荔枝还得出力，我能不能替他们讨个饶啊？没这么简单。我身为行首，自然要为胡商的利益着想。那就算我饶了他们，其他主事也不会答应。我可以做保人，6月之后他们一定会把钱还上，这行吗？你自己能不能活到6月，怕是都不知道吧？哎，那个杭州，你刚才说这个鸢尾花谢之前还钱，那这个鸢尾花它花要不谢，这钱是不是可以晚点还呢？那这个花能不能让我带回去侍弄啊？你觉得你能救活它？我能啊，我得看看。这花草草啊，放到我手里边，它不能遭罪。我带回去试试。那要是死了呢？那任凭处置啊。那马的事儿能不能勾兑勾兑？我已经答应你一件事儿了，不要得寸进尺。送客。是。李大使，请。花我拿走了啊。这荔枝使也真是自不量力，都自身难保了，还要关心那些动人。我倒觉得此人不像义父所说的阴险狡诈，甚至有些傻，和别的大唐官员不太一样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或许他装的呢。湖上有句谚语：骆驼用来运货，雄鹰用来飞翔。此人像是有点真才实学。若是有人尽心尽力帮他，这事未必不能成。行首这是心动了？不过是一桩生意，不能冲撞了义父的利益。这怎么还不吃不喝了呢？摆弄起花草草就废寝忘食。吃什么呢？我就如这坛中的残花，挣扎求活。不是拿到资金准备实验了吗？节外生枝了。你说我自从当了这荔枝使，这长安不管，岭南不问。也就苏老跟阿童跟我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。好不容易苏老要借我钱了，却被阿密塔抢了马，
这阿童吧，帮我采摘荔枝，却被阿米塔逼着还债。阿米塔，姐夫也为这个女的烦心。什么叫也？你认识她？不是我，是马桂云。马桂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接近阿米塔。不跟你说这些了。刚才你说是阿米塔抢走了你的马，其实不是。我去过马场，我觉得是何有光授意阿米塔不给你马。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他们容得下这岭南的奇珍外邦的异宝运往长安，怎么就容不下这小小的荔枝运往长安呢？奇珍异宝运到右相的面前，是这父女俩的机会；荔枝运到圣人的面前，是别人的机会。这父女俩在岭南吃惯了独食，不可能跟别人分享。我不懂那些弯弯绕绕，我也不懂人情世故，我就管我的差事。明天我就找何有光要马去。你去了也没用，他随便找个理由就给你打发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我没有马，我就做不了试验，那我到头来不还是死吗？笑什么气？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我是谁？我是马桂云呐。我在这里面一转环，就帮你搞定。哎，你还不信？过2天，我让阿米塔毕恭毕敬、一本正经、规规矩矩，几百匹马摆在你的面前，个个都是良驹。吃饭吧。归云兄，久等了。姑娘商会如此繁忙，能跟姑娘再次相叙，是马某的荣幸。等上片刻，又有何妨？姑娘，请。其实平日我不喜应酬的，除了接洽生意的酒席，我从不参加与商会无关的宴席。只是归云兄，你从长安远道而来。我若不亲自前来当面告知，怕你误会了我，不宜怠慢。感谢姑娘诚恳之言。今日我知道了姑娘的脾气秉性，往后也不会贸然相邀。今日相见，并不是想聊一些花前月下，只是想送给姑娘一个礼物。归云兄，不必如此破费。我想送给姑娘的是一个建议。听说那荔枝使正在寻找骏马，而市面上的骏马都被姑娘收入囊中。我的建议是给她。你今日前来，是想要做那荔枝使的说客？当然不是。我跟那荔枝使虽然都来自长安，但我们的使命不同。我听命于右相，又怎会给一个荔枝使当说客？我只是跟他住在同一间驿站，偶然间发现他正在计算岭南的账目。他就是一个荔枝使，还妄想查岭南的账目，这也太自不量力了吧！姑娘不要小看这个人，这样的人我在长安见多了，平日里人微言轻，手里握着一点小小的权力，便会变成恶犬。今日里，他去了码头数了数停靠的商船，又查了近几年岭南上交的税额。他是算科出身，不用怎么计算就会发现其中的问题。一旦被他抓住把柄，我相信姑娘也不想被这样的人攀咬上吧。那样的话只会因小失大。
你跟我说这些，是为了帮我？我奉右相之命来岭南督导，又受你义父热情款待，姑娘也不是外人，我自然不会视而不见。既然姑娘不喜应酬，那我不再叨扰。姑娘来之前，我已经点好了一些吃食，姑娘慢用。告辞。马桂云真是这么说的？是啊。那这马，我们给不给他？哎呀，给他吧，显得咱们心虚；不给他吧，又怕这小子抽风，拉着咱们同归于尽。哎呀，我倒觉得这个李善德没有那么精明。马归云的话不能全信。你呀，刚刚开始跟他交手，你不懂啊。起初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也觉得这小子痴傻呆捏的，没什么。后来才知道，此人行事波谲云诡，聪明得很。依我看，咱们就把马给他，反正是一次测试，我们就看看他到底能搞出什么名堂。不甘心，咱们设了这么大一个局，挖了这么大一个坑，让人家轻易的就给破了，啊！反正老子咽不下这口气。老赵，平日里你不是经常说你跟他棋逢对手，将遇良才的，怎么没声了？他要是条狗，喂饱了养熟了，或许也能成为咱们的家犬。但某观此人像是饕餮，贪得无厌，我怕给了他的马，他得寸进尺。非要给的话呢，就打个折扣吧。您请。李大使，我们行首听闻李大使的难处，特意从岭南拉来了2匹千里驹，专程差我送来赠与李大使。不是我跟你们行首说的是，要良驹100匹啊。啊，我们行首说，这马虽野性未泯，但烈气十足。若是能配上良好的骑手，便可以1敌100。如此2匹，刚好200。你不能这么算吧？那他真的可以日行千里吗？千真万确，此马名为日行，那匹马叫千里。行首说，祝李大使旗开得胜，日行千里，试验成功。告辞。这岭南的姑娘真是聪明啊，如此会变通，还把话说得这么漂亮。啊？他是不是送来了吧？是不是心甘情愿、毕恭毕敬？我没有想到他们如此狡猾，用这个方法来搪塞咱们。姐夫，我跟你说，你
你不能真生我的气，姐夫。哎，你能在岭南给我找着最好的骑手？你疯了！我见过这两匹马，是何有光的，他是用来恶心咱们的。这是两匹野马，他踹折过很多人的肋骨，你不能认真呐！我是认真的呀，那咱现在不就得量匹才艺吗？退一万步讲，那万一那两匹马他要真的是千里驹，我就用他俩打个头阵做实验。咱不是兵分4路吗？2匹能够吗？那怎么办？你不马归云吗？马归你，剩下的马你给我想办法。这个肯定好吃，你尝尝。阿丽呀！这是阿丽，李善德，这个阿丽，你是从泥里滚过来的吗？你不会从马上摔下来了吧？别提了。说这俩是千里驹，啊，那脾气大得很的，不让我上，我用麻绳把自己绑他们俩身上，啊，给我甩下来了。你看看这个，能行吗？小心！你别逞能啊！你别逞能！在身上的吗？我以为你只会骑驴呢。此马虽然脾气暴躁，但确实是只上品良驹。若是懂骑行之术的人驾驭它，就可以日行千里，奔行如风。你就是懂骑行之术的人呐！我现在正是雇你为荔枝转运试验的骑手，等苏老回来了，让他把酬劳给你。骑手啊？谁说要当骑手？哎，亚庄，只有你能骑得上去这匹马。这钱就该你赚呀！那骑手的酬金可足够你吃喝半年的了。给再多，我也不干。田亚庄，我告诉你啊，李善德的事儿就是荔枝园的事儿，荔枝园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，你不干也得干。我告诉你，这事儿没有回旋的余地，别烦我。哎，严亚庄，严亚庄，严亚庄，这个忙你为什么不帮？我为什么要帮他呀？那李善德根本就不可信。那他张口闭口说自己是什么赤峰的荔枝使，为圣人办差。那若真是如此，那刺史府为什么不管他？他每天拿个牌牌四处游荡，连个办公的官署都没有，那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大事。那我们凭什么听他指挥啊？过去荔枝园的收成，有一大半要折成税款交给官府，是他把这里变成了御用荔枝园。有了圣人的庇护，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欺负咱们了。等到6月荔枝运去了长安，我就能拿到今年的收成分给大家了。他是在帮我们呀。那他要是运不到长安呢？这荔枝园是咱们所有人的生计，忙活了一整季，万一到时候竹篮打水，荔枝园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张嘴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？那李善德会在乎我们的死活吗？就算他在乎，他自己都穷得叮当响，他能干什么？你怎么
你怎么就一门心思就信他呢？我第一次见到李善德，是在街市上，有几个浮浪子来找麻烦，是他出头帮我解了围。第二次就是在荔枝园，刺史府的官员派了好多人来收园子，又是他出头帮忙解了围。他是官员，却没有半点官威，不但跟咱们一起干活，啊，还费尽心思搞各种名堂来保鲜荔枝，难道就为了骗咱们一记果子？林亚庄，你曾经也是荔枝园的外人，你知道的。我们洞人虽然头脑简单，但不傻，分得清好人还是坏人。李善德是我的恩人，我们见死不救是要遭天谴的。他是你的恩人，不是我的。我不想为了这件事儿抛头露脸，为此冒险。你呀，真是匹千里良驹，急行如风。就是这脾气太暴躁了，太暴躁。你比我幸运呐，你比我幸运。本来以为你是匹疯马，被困于旧中，但是遇到伯乐，真有风采，那真有风采啊！李善德，对不起，他做不了你的骑手。为什么呀？是因为酬金吗？不是。你不是外人，我不骗你。他是个逃兵，我从未问过他为何要逃，但我知道他不是个坏人。当初是我阿爷收留了他，在我阿爷病重时，有人来抢荔枝园，是他拼命打跑了那些人，为此身上还落下了好大的伤疤。这些年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亲阿哥。所以，他若觉得做你的骑手有风险，我便不能为难他。是，咱也不能强人所难的。其实啊，只有一个骑手，也解不了我4路试验这个燃眉之急。我得想办法。司老，实在是不巧，最近有马发瘟。不方便买卖，真的。好的，这你就不太直爽了。真的，我知道，你是怕得罪阿弥达。司老，既然您知道，又何必来为难我呢？商会本应该是胡商互利互助的地方，可现在却人人畏惧行首，可悲啊！我听说阿弥塔私下里在萨山买了一大批琉璃，并且他想吃一份独食，可平日里他却要分食你们的利益。可恶！难道你们就情愿忍气吞声？阿弥塔背后是何刺史，在岭南做生意，谁又能绕得开他呢？通经过所的钱本就省不掉，既然他们能打通市舶司的关节，分些利益与他们又如何？你们的利益，他今日可以分得1成，那么明日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吃掉你5成。你入商会最晚，你还只是一只小船，一旦遇到风浪，第一个翻船的一定是你。我听说你在
引诱阿弥塔。我的猜测，你不会是真心的喜欢他，你不过是想登上他那艘鼓满了风帆的大船。但是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一旦你上了他的船，就会被他牵住鼻子，掐住脖子，会被死死的困在岭南。我们帮助大师转运荔枝，就是为了来日能够摆脱阿弥塔的控制。我苏亮不会做赔本的生意，荔枝运往长安，那沿途会有很多做不完的生意。想一想，对你来说，这是不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呀？苏老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李大师，我去驿站找你，说你去了荔枝园，眼看日落西山，我想你也应该回来了，所以在此恭候大驾。那什么事呢？啊，是这样，荔枝转运4路通进，所需骏马实在太多，万一，我是说万一，万一找不到那么多骏马，这驽马真的不能替代吗？此去长安5000里，你骏马都需竭力，何况驽马呢？我测算过，这去长安这一路呢，平均每30里有一个驿站。你这个驽马它还没跑到驿站，它就没力气了。你测算的数字没有意义。若是骏马能往返接力，反复使用，那就皆大欢喜了。反复使用？那比如拉磨的驴，即便驴行1000里，也只是绕行于方寸之间。反复使用？来，我好像有办法。我回去算一算啊！我回去算一算。但是马还继续找吗？找啊！驴要不要？他又搞什么名堂呢？他在做局。举干什么用的？矩是一种测量工具，由2个互相垂直的边构成，短的一边叫钩，长的一边叫骨。2个边上都有刻度，最直接的用途就是测量直角。西周时候的数学家商高发现了钩骨之术，以矩辅之测算，平矩以正绳，燕矩以望高，复矩以测深，握矩以知远，环矩以为圆，合矩以为方。说的我都快睡着了。李善德，你解释解释，你这干什么呢？阿丽，给我拿条绳子来。再高。这个矩的角跟这个角如果重合了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绳子是不是水平了。这个就叫做平矩以正绳。如果我们想知道那棵树有多高啊，阿丽，让开。我们先得测出我到这棵树它有多远，用矩啊，我们看向树的顶端，记录下视线与树顶端重合的刻度，根据比例相等的原则，我们就知道这树到底有多高了。这个就叫做燕矩以望高
啊，用同样的原理呢，我们还能测出这个深度和距离的远近。这就是负举以测深，握举以知远。哎，这2个举合在一起，才能成为圆形。这世间有方有圆，我们就可以测出所有的东西了。啊，就是这么个道理，明白没？啊，虽然还是听不太懂，但感觉还挺厉害的。不好意思，卖弄。所以你到底要测什么呀？哎，你们谁对岭南的路最熟？啊，严海庄呀，他闭着眼都能找到路。对，是什么路啊？明天能不能跟我去趟小东门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你负责领路，我来测算。严海庄，这个嘛，你总不好拒绝了吧？何时动身？卯时3刻，咱们小东门见。李大师，你要找什么样的路啊？哎呀，找一条，最好是平路有20里，山路10里，咱们呢绕一圈还能回到这儿，有这样一条路最好。围城试验的想法，如同在绝境中劈开了一丝生机。只需要再寻到好棋手，此事即成。秀，阿爷在此拼死一搏，终于离长安又近了一步。行，阿爷，娘，我给阿米塔带了些奶酪，配上我亲手调制的蜂蜜，他一定欢喜。快请他出来尝尝。哈迪，行首今日身体抱恙，不便见客，还请回吧。可是染了风寒，我略懂一些医术，快让我进去看一看。哈迪，行首的闺房可是你能进的。哎，红玉姑娘，我今日来，却还有一事想求证。我听说啊，他要自萨山采买大量的琉璃运回岭南，可当真呢？红玉只是名侍女，并不懂公子所说之事，还是等行首身体好些了，你自己去问他吧。今日还真是热闹呢。马郎君，行首今日身子不适，不便见客，您也请回吧。身体不适，可是染了风寒，我略懂一些医术，快让我进去看一看。哎，站住！行首的闺房可是你能进的？啊？你谁呀？你谁呀？看来这是带了些情谊呀。怎么，阿米塔没收啊？那也比你两手空空来的要有诚意吧？敢问兄弟怎么称呼啊？哈迪，我还有一大唐名字，萧云川。萧云川，还带个云字。不如这样啊，你看，阿米塔身子不适，也不便见人，不如我们2个找一个地方好好切磋一下，怎么样？切磋啊，好啊，走啊，我怕你不成？走，走。来，跟阿米塔说一下，我去就来。你我本该英雄惜英雄，但我们都是慧眼识佳人，就冲着不谋而合的缘分。云川兄，我敬你。
追求阿米塔多久了？3年。这3年，我在阿米塔身边嘘寒问暖，从未懈怠。如今，我已是他的心腹知己，成为他的入幕之宾，指日可待了。指日可待。看来云川兄还是不了解女人。女人是最容易被感动的。你献了3年的殷勤，如果她有一丁点喜欢你，就算忍着恶心，也会跟你交往。做心腹，做知己，就是不能做情郎。云川兄啊，早点放弃吧，你没有机会的。我放弃，你有机会啊？你何德何能啊？你是有才呀，你还是有貌啊？啊？啊？肤浅了。我这个人从来不以外表取悦姑娘。我的优势，哎呀，你的笑很没有礼貌。我的优势还不够明显吗？我长安来的。哦，都城来的了不起啊！当然，就因为我是都城来的，我跟阿米塔没有利益的冲突。他在岭南的事儿都会找我倾诉，却从来不敢跟你分享，也不跟你分享。对吗？什么事儿啊？今日你不说出来，你便是诓我。我怎么会诓你呢？他跟我说，他以前不敢大量采买贵重物品在海上运输，往后便不怕了，因为海上有兵护着他。兵？心知肚明即可，免得祸从口出。真有传言说他要自萨山采买大量的琉璃，我还不信，因为他从不敢碰萨山的航线。难不成是因为有了倚仗？这些话他交代过我，不让我跟外人说。他说得等到时机成熟以后，最起码也得等行首换届以后。今日跟云川兄惺惺相惜，便多说了2句，都是为情所困。我还是劝云川兄多谢马公子坦言，不敢与公子争抢，公子请便。那不再叨扰，多谢款待。嘎斯，公子，这酒吃的心神不宁啊。过去我们的货船到港，作为通经的保证，只需要让给阿米塔1成利，对吧？对。若是像他说的，连海上也归了何刺史掌管，那岂不是我们的货船只要离开港口，就要被这父女俩层层盘剥了？那意思就是以后便是他们一家独大，全凭他们定规矩了。苏老说的没错，困在岭南，便永远在他们的掌控下，会被他们一直牵着鼻子走。是时候再找一条出路了。你去啊，挑最好的骏马，给苏老送过去。按什么价卖？不要收钱。你就说是我借予他的，结个善缘。这脚伤成这样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？什么没事啊？我看看。
你过来，我看看，伸过来，我看看。哎呀，这都快烂了，还在乎鞋呢？幸亏我带了草药啊！这是龙牙草啊，消炎镇痛的。把这个磨碎了啊，敷上。给，会弄哈？都烂了呀！哎，这晚上啊，咱们得在这儿过夜。喝点荔枝酒，给阿丽。阿丽，让你喝你就喝，快！今天呢，感谢严老弟帮我规划路线，啊，也谢谢阿丽帮我跑前跑后的，我敬你们二位一杯。哎，裴大师。李大师，你对阿丽这么好，他对我也尽心尽力。哎，我没把他当奴隶，我把他当朋友。李大师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我不是不想帮你，我是碍于身份，我不能露面。这么些年我躲躲藏藏的，我连家都没回过。是，理解啊。你的身世呢？阿童跟我说了，理解。人嘛，这都有过去，都有秘密。你呀，肯定有难言之隐，才当的逃兵嘛。李大师，我不是逃兵，我是被诬陷的。当年我们在海上巡防，看见一伙海盗在劫持运草药的商船。当时我一箭射到那个领头的海盗身上，把他逼到船尾。但是后来他们援军来了，我们寡不敌众，只能跳船求生。后来我被渔民所救，等我把伤养好，回到岭南，却发现已经成了官府通缉的逃兵。有没有可能是你们太久没回军中，是误会了呀？我们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，后来有同袍去官府解释，但直接就被军阀处置了。那我们其他人再去，那也是送死。李大师，你来岭南不久，你不知道，在这流放之地，官匪勾结很是寻常。一旦出事，顶罪的只有我们这些士卒。可惜了你一身好本领啊！哎，我这点本事不足挂齿。李大使没见过我那几个同袍，都是各中高手，是吧？骑射御船样样精通，上阵杀敌也毫不退缩。哎，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够衣锦还乡。但是现在，你别说衣锦还乡了，这躲的躲，藏的藏，可能今生都不会再有自由了。也不用那么悲观，谋事在人嘛。你这总比我好吧？我这才叫死中求活呢。你呀，一定能拨云见日。
李大师，坐下吧。这几日，我一直在琢磨你说的话。如今你做荔枝试验，急需棋手。我那几个同差，也都是各种好手。所以，我在想，你能否用你荔枝使的身份，帮我们伸下冤情，寻求特赦？万一，我是说万一这事你能办成，某总愿助你一臂之力，哪怕是赴汤蹈火，都在所不辞。当真？当真。哎，李大师，哎，李大师，请进，请进。感谢。但是，帮你们申请特赦这件事情，我可以去试试，啊，成功了当然皆大欢喜，但万一要是不成功的话，你可连在这荔枝园都待不下去了。李大师，我已逃亡多年，我深知希望渺茫，无论成败与否，你都无需忧心。你愿意为我等一试，我也感激不尽。啊，李大师，我这还有一个证物，这是当日我从劫药材的海盗首领那儿缴来的。啊，这个先不用，放在你那儿。我去试试。你可真厉害，还要上何刺史那儿申冤。你知不知道他原来就是个海盗？万一他跟那些海盗现在是一伙的，把人抓了怎么办？合着你夜不归宿就是给自己挖坑去了？我想着能帮就帮呗。那个杨老弟棋术是真高超，主要是他主动说的，人那是以命相托。反正我想我就试试呗。你想就试试，你想就试试。这世界上那么多条路，你非得选一个最难走的路。你说，特赦一个逃兵容易，还是找一个棋手容易？那不是一个棋手，那是一批棋手啊。那袁老弟说，他还有一帮同袍呢，那棋术都是各种好手。我可提醒你啊，见到何刺史，千万别说见过这个人，更别提那把匕首。我们先行探探他对这个事儿什么态度，再做打算。是，我肯定先不能暴露袁老弟，就先蜻蜓点水，一点点来呗。哎呀，既然话说到这儿，我再帮你一次，我帮你推波助澜。你啊，那马的事儿不是我推波助澜吗？佳音，佳音啊！苏老，好，来，坐下。好。什么佳音？你猜如何？小老凭着3寸不烂之舌，从湖上哈迪那里讨来了骏马。真的呀？千真万确。我就说我的推波助澜有用吧？你看看，那有6匹吗？6匹，6匹。哦，你只需要6匹就中了你的下怀？我暂时需要6匹就够了。有。那太好了。那您帮我选6匹最优秀的。好。还有，那个苏老，能不能帮我找一些经验丰富的棋手啊？你需要几匹棋手？几位？几位？几位棋手？越多越好。
啊，在岭南要找到好的棋手，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是，这样算，我这边呢，我也找，咱们做两手准备。如此甚好，如此甚好。大师放心，小老会用出吃牛奶的力气。静候佳音，静候佳音。哎呀，行，多谢苏老。狗，端个盆来，泡脚，一起泡啊。对，换个新的呀。这太打扰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。解乏，解乏。在我们那里都是脱光了衣服跑到海里。在长安不用脱。